严氏，宁宁不仅被继母逼迫替妹妹下乡，还被卖给了老官夫，害得她名声败坏，惨死异乡。而继妹却霸占了宁宁的家传宝物，顶替了她的工作，嫁入豪门，占尽好处。在睁眼，宁宁回到了下乡前，她一棒子打晕继妹，夺回自己的空间宝物，将家里的钱财、米面粮油等入眼的一切统统收入空间。既然决定离开了，这些东西也没有留下的必要，哪怕是卖废品、送乞丐都不便宜了王家人。可惜时间来不及了，窗户和门就给他们留下吧。宁宁心满意足地回到了杂物间，虽然额头上的伤口还有血渗出，但宁宁满意地躺在地上休息，等待大戏开唱。救命啊！怎么啦？怎么啦？老沈家出什么事了？不知道啊，我们一起进去看看。宝珠好端端的怎么晕在这儿了？要不要帮忙送医院？咦，好臭好臭，这是尿了。宝珠，宝珠，你咋了？宝珠姐姐羞羞，这么大了还尿裤子，羞羞脸。别看了别看了，都散了吧。是不是起夜时遇上小偷了，这才被打晕？最近这世道可不太平，小偷小摸的太多了。啥小偷啊？不就是尿炕吗？宝珠啊，你都这么大姑娘了，有毛病要趁早治啊，可别耽误以后嫁人啊。胡说什么？我好着呢，再胡说我可就撕烂你的嘴。好心当成驴肝肺，瞅你那泼妇呀，这么大了还尿裤子，以后怎么嫁得出去啊？本来还想帮你介绍个专门治尿炕的大夫，嘿，现在做梦去吧。你给我滚滚！我才不需要，还是留给你自己吧。几个街坊邻居脸色都有些难看起来，骂骂咧咧的正想散开，一个邻居踹开了房门，都呆愣在原地。这是遭贼了。可是什么贼这么厉害？老沈家现在可真是用家徒四壁来形容了，只怕连老鼠路过都会可怜他们，给他们留下2颗粮食。我的老天爷啊，这是鬼子进村了，还是撞鬼了？咋还能一夜之间给家都偷了，连做饭的锅都没留下？快让让，快让让！估计是气急攻心，一口气没上来。脸也丢了，钱也丢了，就连从宁宁那抢来的玉珠也丢了。这可是我的全部家当啊！这杀千刀的小偷！宁宁那丫头呢？就是，家里闹出这么大动静也不露面，宁丫头不会是出事了吧？找到了。哎呦，你怎么跑到杂物间了？我一直住在杂物间啊，自从我爸死了以后，王姨和宝珠就不许我回房间睡了。杂物间阴冷潮湿，四处漏风，现在是夏天还好，可秋冬呢？宁宁竟然一直住在这里。没了，妈，我的东西都没了，咱家没了。家里进贼了你都不知道吗？我养你有什么用？还不如养条狗，好歹还能看家护院。对不起，我不知道，我这2天伤得厉害，一直在昏睡。众人面色古怪，看向王爱华的眼神也带了几分鄙夷。小可爱，我看着是就跟你脱不开关系，你说是不是？你联合外人把东西都偷了，看我今天不打死你！家里进贼了，你怪孩子做什么？你一个大人，连家被搬空了都不知道，她一个小丫头被关在杂物间，能知道啥？再说，你看她这也受着伤呢。她那伤是我妈打的，家里进贼了，我和妈都受了伤，就她没事。我不信，还有我的珠子，肯定是你拿了，赶紧还我！你把我妈留给我的遗物弄丢了，报警！快报警啊！什么你的？那是我的东西，别给我装，赶紧还我，不然等我哥回来，我让他打死你！已经报警了，就是不知道丢的这些东西能不能找得回来。宁宁头上的伤是你们打的，你们将她打成这样，不送她去医院，还将她反锁在杂物间。王爱华，人家沈怀对你不错，可人家沈怀才走了多久啊？你就这么折磨他留下的孩子，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吗？是啊，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。就是，难怪古话说黄蜂尾后针最毒妇人心。这都是误会啊！宁宁，你快说句话，王姨平时对你怎样啊？挺好的，王姨平日待我和宝珠一样好，你们都误会了。你个死丫头，故意做出这个死样子是什么意思？我少你吃穿了吗？你说话！宁丫头，你别怕，婶子在。宁宁，你装什么呀？民警同志来了，民警同志来。同志您好，他偷了我家的东西。谁报的？警察同志，是这样。你们最近有没有和人结仇？是他，肯定是他记恨我们，他肯定是那个内贼，真不要脸，还偷我玉珠。王宝珠，你要点脸行不？宁宁自小带着的玉珠，怎么就成了你的？你说他联合外人偷了你们的东西，这里也是他的家，这些东西更是沈家的东西，怎么不说是你家那个不省心的老大？没准就是他招来的祸事。李嫂子真给力，王宝民这几天确实没回来，前2天也刚和人吵架，还动了手。你闭嘴！警察同志，你们不能冤枉好人啊！我家里东西丢了，你们不快帮我找找啊？还怀疑我儿子，这是什么事啊？昨夜我被人打了闷棍，迷糊间看到那人的身影，又瘦又小，肯定是他。他记恨我给他报名下乡，你们快将他抓起来，好好审问，一定有同伙。
同志。忙了一晚上的宁宁身子软软的倒下，意识抽离，进入空间。晕过去的小姑娘瘦弱的厉害，手臂上还遍布了青紫。不管这盗窃案跟这小姑娘有没有关系，继母虐待孩子却是事实。警察同志，肯定是宁宁偷的，她就是个贼。你说的那些有证据吗？你怀疑她是小偷，却拿不出实质的证据，但她身上的伤痕却是实打实的。你这情节属于虐待罪。王爱华伸手就要去捶打宁宁，顾远洲挡在宁宁的前面，王爱华直接打在顾远洲的背上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我在这儿，你还敢打人？当我是摆设吗？我打他怎么了？我是宁宁是后妈，后妈也是吗？当妈的打几下孩子有什么大不了的？你刚才打的是我，涉嫌袭警，程度严重的话，我们有权将你带回去调查。警察同志，都是误会，家里被偷光了，我妈妈就是太着急上火，才胡说八道的。现在还是调查失窃案为重啊！我家里也绝对没有虐待宁宁，不信等她醒来你问问她。我先送她去医院，再跟你们解决接下来的事情。你头还晕吗？还有哪里不舒服？喝点粥吧。谢谢。谢啥？这不是我买的，是送你来的民警买的。你的医药费已经结过了，你休息一会，等输完液就可以回家了。下乡的日子越来越近，我要在下乡前给老王家留点惊喜。带着老王家的户口本，宁宁直奔知青办。王宝珠是吧？你这小姑娘不错，现在这帮小青年啊，吃苦怕累，不愿响应国家号召上山下乡。您说的对，我就是为了响应国家号召，自愿报名下乡。只是我妈妈她实在放心不下，毕竟农村条件艰苦，我一个小姑娘出门在外又没人照应。这样，你看看这表格里有没有远方亲戚在下放的知青点附近，我就近安排，到时也好有个照应。太谢谢了，您真是个大好人，处处为我们这些普通小百姓考虑。宁宁很快便在表格中找到了前世那个如噩梦般的存在——黑省黑河的红旗公社。毕竟王爱华收了人家300的彩礼，总不好让他的表侄人财两空。宁宁领了知青的下乡补贴60元，全国通用的粮油肉票，笑容满面的出知青办，路过国营饭店，毫不犹豫地走了进去。同志你好，我要1碗牛肉面，再加2个肉包。滚滚滚，这里不是你这种乡巴佬该来的地方。宁宁懒得和他置气。我要1碗牛肉面，2个肉包。想吃饭可以啊，你有票吗？你有钱吗？宁宁也不生气，掏出知青办给的信封。要多少？打肿脸充胖子，一共是3角5分钱，还要3两粮票和2两肉票。怎么舍不得了？舍不得了就快滚，别耽误我们做生意。你这同志什么态度？墙上还写着为人民服务几个大字，你就是这么服务人民的？服务员看到顾远洲，立马端正了态度。他拿不出钱和票，也不能耽误别人吃饭啊，我们看着都挺忙的。顾远洲见瘦弱的小姑娘，将粮票、肉票和零零散散的钱放在了柜台上。你数数，一分不少都在这了。那服务员只能收了钱，灰溜溜地走进后厨。同志好巧，这周的钱和医药费我还没给你。不用了，只是你家都被偷了，分毫不剩，你哪来的钱？我这钱来路不正，我偷了家里的户口本，给王宝珠报名下乡了。我现在花的钱就是知青办给他的补贴，该下乡的本来就是他王宝珠，他们占着我父亲留给我的房子，花着我父亲留下的抚恤金，还要将我赶到乡下，让王宝珠顶替我的工作，就连知青下乡的补贴金都不给我，这口气我咽不下。下乡日子不好过，你多置办点东西。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？卖工作，卖房子，我总归离开这里，自然不能便宜了王家人。没想到这小姑娘手段如此果决，倒是比起那些遇事大喊命运不公的人强多。此时面已经上来，两人吃着面，一时无言。宁宁吃着面，不自觉的眼眶一红，眼泪啪嗒掉了下来。你若是遇上困难，可以说出来，在我能力范围内，我不介意帮你一把。我正愁该去哪举报王宝民投机倒把呢，这不专业对口了吗？我刚才从知青办出来的时候，不小心听到了2个同志谈话，说什么晚上10点西陵胡同什么交易的，我怀疑他们有倒买倒卖、投机倒把的行为。见顾远洲眼神满是审视，我说实话，这消息是从我继兄王宝民那里听来的，他向来不干好事，举报违法犯罪行为人人有责，我只是尽一个公民应尽的义务罢了。当然我不否认自己有私心，我确实不想让他们全家好过。这小姑娘看着长得柔柔弱弱，却是个扮猪吃老虎的狠角色，我们不会冤枉一个好人，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。宁宁眼见目标完成，她也不多停留。我马上就要离开苏氏，可我的工作还有父亲留给我的房子要尽快处理。时的宁宁直接到办公室找李秋霞主任。李姨，我想要卖工作。宁宁，这好好的你怎么突然想卖工作了？你这工作可来之不易，要不是看在你父母的面子上，这办公室的文职工作也轮不到你。李姨，我也是被逼的没有办法了。我那继母为了让王宝珠顶替我的工作，已经将我的名字报了上去，再过3天我就要下乡了。他怎么能这么干？不行，我找他去。为了一份工作要送你下乡，就你这身子骨哪能受得了？
他这是要你命啊！李姨别去，下乡的名单已经定下来了，你去也没用。再说我也没吃亏，我给他姑娘也报上名了，就是比我晚几天。你个傻孩子，你这么个面团似的人儿，到底受了多少委屈才能做出这样的决定？我没事，李姨都过去了，我已经不是以前的宁宁了，再也不会任他们欺负。王家人总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。这工作你准备卖多少？卖给谁？甜甜姐不是还没找到合适的工作吗？李姨要是觉得可以，给我1000就好，再给我些全国通用的邮粮布票，只要甜甜姐到了，马上就可以办交接。这孩子活得这么艰难了，还想着我？这铁饭碗放在外头，至少也要卖到1300、1400了，还是被抢破头的那种。行，姨不能占你便宜，姨给你1200，还有个累票。你到了黑省，要是缺啥少啥，你写信打电话都行，姨给你寄。宁宁还想推拒，李主任已经打电话和自己那口子商量去了。不到1个钟，甜甜一脸兴奋地冲进办公室。妈，我的工作有着落了。你这孩子这么大声，生怕别人不知道是吧？这傻姑娘一点防人之心都没有，真是让我头疼。可是宁宁正是因为失去了双亲的庇佑，才变得这般懂事稳重。傻就傻吧，好歹有人护着。甜甜，这份工作原先是宁宁的，你快谢谢宁宁。还是快点办手续吧，我怕被我那继母知道了。主任跟厂长打过招呼，手续很快就办好了。宁宁，我还有点零花钱，回头都拿给你。够了够了，你和李姨已经给的够多的了，我如今也算一人吃饱全家不饿，哪用得了这么多？宁宁，有需要帮忙的地方尽管开口。李姨，我倒还真有一件事请你帮忙。只要李姨能帮上忙，一定尽力。我那房子打算尽快脱手，价格都好商量，最好2天之内就能结清，价格在2800左右。宁宁，这可不是小事，房子是安身立命的根本。房子是安身立命的根本，但不是我的，有王爱华、王宝明在，这房子迟早要改姓，我这一去还不是多久才能回来，倒不如卖了干脆。宁宁说的没错，舅舅家的几个哥哥一直因为住房紧张，到现在都不好说亲，舅妈成天着急上火。妈，你还不快去问问？既然是李姨的亲戚，那2700元就行。不过我那继母是个难缠的，您还是要提前和买家说清楚。不怕的，我那舅舅生了4个儿子，二表哥更是个混不吝的，胡同里就没人敢招惹他，他往那一站，小孩都不敢哭。哪有这么编排自己表哥的？行，等下班了，我立刻回去问问。今晚你也别走了，就跟我回去。你那继母着实不是个好东西，也省得你回去受气。那就不用了，我还是回去吧。不回去怎么看王爱华和王宝珠的惨样？现在家里一贫如洗，我好说歹说才预支了3个月的工资，不然还真要活活饿死了。你怎么不死在外头，还有脸回来？你说是不是你联合外人把家偷了？你说是就是吧？这丫头的变化太大了，不会是找到靠山了吧？你承认了，你居然承认了，我就知道是你，快把我的珠子还给我，从我家滚出去！王宝珠不可思议地看向宁宁。宁宁，我看你是疯了，竟敢打我闺女，看老娘不撕了你！这一巴掌像是宣誓，又像是挑衅，脸皮怪厚，打得我手都疼了。你的珠子真是笑话，你们这母女俩真是一脉相承的不要脸。那是我的珠子，这是我的家，这房子写着我的名字，有这功夫找我麻烦，不如快去找你那宝贝儿子，说不定哪天横死街头。你个小贱人，敢咒我儿子！宁宁灵活地往旁边一躲闪，王爱华没收住力道，王宝珠只觉得自己半张脸都没有知觉了，晃晃悠悠地摔倒在地，彻底昏死过去。真狠啊！你这巴掌不会把她打聋了吧？本来这么大的姑娘有尿裤子的毛病，就够遭人嫌的了，再把耳朵打坏了，以后可怎么嫁得出去啊？王爱华慌忙查看王宝珠的情况。宝珠，你怎么样了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想干什么？我就是想拿回自己的东西，我后天就要下乡了，知青点给我的补贴呢？你瞎了吗？没看见家被偷了，我也没办法。被偷了不怕，你不是预支了工资，我不多要，给我200就行，我后天就乖乖下乡，你若是不给，我就去你们单位闹，去知青办闹。不可能。好啊，那我明天就去厂里，不知道你的工作还保不保得住。你宁宁，家里刚出了小偷，你知道的，什么都没了，你现在问我要200，不是要逼王姨去死吗？那就去死啊，我又不拦着你。别开玩笑，宁宁，你说这一时半会的，我上哪给你弄这么多钱啊？我今天刚从厂里预支3个月的工资，买了这么多的家用，还剩85。拿来，都拿来。宁宁现在性情大变，宝珠又晕倒了，我家大儿子还下落不明，我杠不过他，这口恶气我先咽下，等以后再找他麻烦。王爱华心疼地把钱递给宁宁。我也是看着你长大的，虽然平日是偏心宝珠了些，可对你也不是全无情意，
我给你选的下乡插队的地点，正是我娘家村子附近，他们家条件不错，我会写信吩咐他们，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。那我倒是要提前谢谢王姨了。宁宁，这就是我的舅妈张美英。你就是宁宁吧？你那房子我要了，价格就按照你昨天说的2700，但是必须今天过户。自然，只是我家里的状况，不知道甜甜有没有跟你说清楚。我那继母有些难缠，到时你上门收房子的时候可能有些麻烦。放心，你是房主，我是买家，这房子是我买下的，手续齐整。他就是闹到警察局我也占理，就算他那儿子是个小混混，我家还有个混不吝的，吃不了亏。你数数看，钱和票都在这儿了。听说你要下乡的地方在黑省，那里冷得厉害，我特意找邻居换了不少棉花票，你看看还缺些什么？我想想办法。宁宁把钱票装入口袋，实际上收进了空间，还不可外露，你一定要收好了。现在下乡插队的大环境已经比早些时候好多了，但你一个小姑娘孤身在外，还是要处处是小心。日后缺什么你打个电话，我帮你记。谢谢婶子，我晓得了。宁宁，若是以后有回城的机会，你可一定要抓住啊！这年头回城的名额有限，有些下乡知青为了抢回城的名额，无所不用其极，就连最好的朋友同志爱人。你说的对，我会防着他们的。这几天零零散散的也凑了1万多，我也是妥妥的万元户了。宁宁在外转了好大一圈，又跑了好几个供销社，总算将自己的空间填得满满当当。第二日收拾好一切，宁宁将厨房里王爱华新添置的柴米油粮尽数收进空间，心里再没了半分留恋。王宝珠昨夜宿在了朋友家，而王爱华大清早就接到派出所的通知，王爱民投机倒把被抓。一想到下乡后李家人就会上门来收房子，还有知青办也会上门通知王宝珠，可惜这样的热闹我是看不到了。但是在下乡前，我不介意再给王爱华添点堵。你丫头这么大早干什么去？今天是知青下乡的日子，我要赶着去火车站集合。张婶前奶奶我这一去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，你们也要多保重。等宁宁走出老远，宁宁竟然只带了个小挎包就走了，连个行李都没有。这王爱华真是够狠的了，就算再不喜欢宁宁，好歹也给她置办点衣服被子啊。可不是，本来要下乡的是王宝珠啊。果然没妈的孩子就是个草。宁宁迎面就遇到了面色惨白的王爱华，还有搀扶着她的李婶子。宁丫头干什么去？是你这个死丫头，都是你咒我儿子。王姨，你在说什么呀？我怎么听不懂？李家嫂嫂，我还要赶着去火车站报道。今天是我下乡的日子，我后妈她这是怎么了？是宝明哥出事了吗？我这一辈子辛辛苦苦就是为了这一双儿女，可到头来儿子要下放西部林场劳改3年。宁宁，一定是你这个小贱人害了我的儿子。李嫂子当下手一松，王爱华重重跌坐在地。王爱华，你够了呀！王宝民自己做错事，你怪得着宁宁吗？你都害得人家小姑娘下乡插队了，还没完没了。我看你的思想有问题，更需要好好教育。好好教育？不行，我还有女儿要照顾，不能垮。有个人一定有办法将宝民弄回来，毕竟这是他的亲骨血。王姨的思想境界确实该提高一下了，要好好向王宝珠学学。你看他自愿报名下乡插队，实在是了不得。你说什么？王姨不是一直劝我下乡，现在好事成双，您怎么看上去不太欢喜？妹妹下乡的日子已经定了，就在1个星期之后，估计你们很快就会接到知青办的通知。我还赶时间，就不和妹妹道别了，反正1个星期之后还是会见面的。王爱华崩溃后彻底昏死过去，宁宁不去理王爱华，赶紧赶往火车站集合。我要开始点名了。算上你和班长，总共也就6个人，除了宁宁还没来，不是都在这了吗？还点名，装什么？孙苗，前世你帮着老官夫使我惨死异乡，你却幸福美满，这一世我不会重蹈覆辙。宁宁，你有没有时间观念？让我们这么多人等你一个。我怎么记得是10点集合，现在是9点58分，我很准时啊。拿着鸡毛当令箭，可把你威风坏了。宁宁之前3棍子打不出个闷屁，现在也会为自己辩解了。你没迟到，是我们来得早了。再说火车10点半才出发，我们也是要等火车的。孙苗看着白月光方恒对宁宁如此热情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他深吸一口气，很快又调整好状态，上前几步想挽着宁宁的手，却被他避开。我也是担心你啊，我们不是最好的朋友吗？最好的朋友？以前柔弱的宁宁怎么看起来有些可怕？宁宁，甜甜姐，你怎么来了？最好的朋友可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。孙苗本来想在这群知青中立个好人设，却被接二连三的打脸，转身走到方恒身边。宁宁是怎么回事？以前在学校她多黏我啊，怎么就翻脸不认人了？没有吧，他一直就不怎么爱说话，和谁都淡淡的。这简直就是把我的脸面揭下来，扔在地上踩。宁宁和甜甜告别完后，回到了集合点。这时孙苗正在派发车票，见宁宁走了过来，孙苗将车票递了上去。宁宁，你的车厢和我们不在一起，你去11号车厢。宁宁看了眼自己手上的硬座，
大家都是坐票吗？坐票，拿来我看看。方恒看到只有宁宁一人是坐票，其他几人都是硬卧票，看向孙苗的眼神带着审视。怎么搞的？宁宁的票为什么是坐票？2天1夜呢？你就让她坐着去。可是没票了啊，我有什么办法？那你为什么不早说？车票都是提前买好的，这么多天你也没说到火车站给她问问，补个票。看看热闹的人可不敢出声，毕竟谁也不想和宁宁换票。我总不能说我是故意的吧？要是往常他根本不敢出声，就算心里有怨气，只要我哄哄，他肯定就会妥协。上一世孙苗说等上了车他会和我轮流坐硬座，可直到下车也不见孙苗人影。可那时的我囊中羞涩，并没有钱给自己补一张卧票。宁宁，你别生气，这样吧，我跟你换。好呀，本来也是你工作失误，放心，我不跟你计较，但是下次你办事可要周全些才好。宁宁已经伸手去扯他手中的车票，孙苗猛地缩回手。不行，不行，那你刚才还说跟我换，是说着玩的，笃定我不会跟你换，你可真是虚伪啊。旁观的知青也发出阵阵嗤笑。方恒瞪了孙苗一眼，没有硬卧，总有软卧吧？宁宁把你的介绍信给我，我去给你补票。不行，大家都是硬卧，他凭什么是软卧？你用的是公价钱，不能这么挥霍。我自掏腰包给他，行了吧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为了宁宁着想，软卧票又那么贵，他怎么能接受你这么贵的车票？对他名声不好。不必费心了，你我非亲非故，不能让你破费，我自己补软卧票就好了。火车要出发了，没上车的乘客请尽快上车。快走吧，等会儿误了车，可就麻烦了。先上车，位置的事一会说。宁宁怎么会有钱补软卧票？不过是逞强嘴硬。宁宁上车后就找列车员补了软卧票。火车发车时，宁宁一时没站稳，一双宽厚的大手扶住了她。小心！宁宁转头看到一张熟悉的脸，原来顾远洲也在这列火车上。好巧。没想到顾远洲年纪轻轻，竟然已经是个营长了。黑市可不比苏轼，现在已经开始降温了。宁宁也没带什么衣服，她带没带够御冬的衣服被褥，和我又有什么关系？我想太多了。这边的顾远洲担心着宁宁，那边的宁宁此刻正舒服地靠在枕头上，意识早就进了空间。宁宁在空间里的土地才更了一小块，便觉得头晕眼花，慌忙从空间退了出来。一睁眼就瞧见顾远洲出现在眼前。你脸色很差，生病了？没有，就是这2天没睡好，休息一会就好了。顾远洲没有说话，微微点头，面无表情地递给宁宁一个杯子。喝点热水。不用了，不用了。这人虽然长得凶，倒是个热心肠的，真不愧是人民解放军。宁宁举了举自己的水壶。不用了，我带水壶了。顾远洲点点头，接过水壶。宁宁还愣愣地回不了神，他已经接好一壶热水放在了小桌上，连一个多余的眼神也没有给他。军人嘛，性子冷点也正常，帮我打水也算为人民服务了，也挺正常。上一世我听信了孙苗的话，生病了也强忍着没说，却落了个故意装病躲懒的坏名声。可如今我在火车上失踪，没有按时到知青点报道，只怕又会生出新的流言蜚语。这次能解救出这么多孩子，宁宁可是要鞠首躬的，表扬信和锦旗那是少不了的。宁宁真是好样的，这回可给我们大队争光了。今后在知青点遇上什么问题，尽管来找我，这是我媳妇卢翠英，你们女知青有困难也可以跟她说。谢谢何叔，谢谢何婶子，不过我晚到的原因能不能先帮我保密，暂时不要告诉别人。这是为什么啊？你做的都是好事，怎么还不让人说了呢？婶子，你不知道，这群人都是团伙，还有些同伴在外，所以在结案之前还是要先保密的。还是宁宁考虑的周到，行，这事我们先不对外说。你们好，我是宁宁，是新来的知青。你怎么来了？孙苗同志，你这话说的真有意思，我是知青啊，不在这儿，那应该在哪儿？孙苗察觉到众人的视线汇集到他的身上，他迅速上前，紧紧攥住宁宁。我这不是担心你吗？你说你好端端的忽然就不见了，你都不知道我有多担心，生怕你遇上危险。你这2天干什么去了？明明大家伙一块上的车，怎么下车你就不见了？是不是遇上坏人了？孙苗，你能不能别胡说八道了？你又不是瞎了，宁宁这模样哪里像被人欺负了？你这话说的好像巴不得他出事。帮我说话的竟然是前世没有任何交集的江圆圆。没有，怎么会呢？我是真的担心。宁宁，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因为什么？当然是因为你啊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负责买票，别人都是硬卧，只有我是硬座，你害得我一个人落单，遇上麻烦，幸好遇上警察同志，所以才耽误了下乡时间。你为什么一直针对我？我没有。那你刚才为什么一直引导大家往不好的方面想？我没有，你怎么会这么想我呢？我们是最好的朋友啊，买票的事真的是个意外，真的对不起，你打我骂我吧。孙苗哭得梨花带雨，瞬间显得宁宁咄咄逼人。饭都凉了，还在那哭，一天天的戏真多。这毒舌男总是跟我不对付。宁宁，你相信我，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是最好的朋友，我又一直拿你当亲妹妹看，我怎么会故意？最好的朋友，亲妹妹，行啊，
既然拿我当亲妹妹，我就有话直说了。麻烦姐姐你先把这些年从我这借走的钱和东西还回来吧。以前我不在乎那点东西，可现在下乡了，村里日子缺衣少食的，我确实需要还钱。你胡说什么？我什么时候借过你东西？再说咱们是好姐妹，你用我的，我用的你，不是常事吗？宁宁，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不可理喻？宁宁望向孙苗的眼神，让孙苗生出一股寒意。我是借用了你一点东西，我并不是有意不还的。你说吧，我现在就还你。这些年从宁宁那借的东西又多又杂，时间都过去这么久了，他还能一一记下来不成？只见宁宁掏出一本笔记本，孙苗心头猛地涌起不好的预感。1972年3月6日，借给孙苗姐一双新手套。你闭嘴！孙苗慌乱地伸手去抢宁宁的本子，宁宁往后一躲，直接塞进方恒手里。你是我们的队长，你说说看，我该不该要回这笔账？我昨天已经认真算过了，孙苗这些年在我这借走的现金和零零碎碎的东西，折合钱至少80多块，我现在只要求他还我80元钱，这不过分吧？孙苗想辩解，却无从下口，想跑，更怕宁宁再说出别的事，败坏他的名声，一时间进退两难，气得浑身发抖。宁宁，我真是看错你了，我把你当姐妹，没想到你竟然这般斤斤计较。我父母只生了我一个，我可没有什么多余的姐姐妹妹。再说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，亲兄弟还没明算账呢，怎么你这是打算赖账了？这些年就因为宁宁好哄手松，每次在她面前掉2滴眼泪，我就能拿走想要的东西。可现在一切都变了，不行，我不能让宁宁坏了我的名声，更不能让这件事情再发酵下去。宁宁同志，你可真是个冤大头啊！孙同志，你就是薅羊毛也不能逮着一个人薅啊！还好宁宁还知道记个账，不然上哪说理去？够了，宁宁，这钱我现在就还你，这账也没必要再看了，你说多少就是多少。我知道我的家庭条件没有你好，是我看错了你了，是我把感情看得太重，这世上的感情并不是用金钱来衡量的。还钱80元。孙苗见没人帮他说话，这才心疼的从荷包中掏出一把钱，哭着跑了出去。宁宁当着众人的面点了点钱，果然一分不多一分不少。面子什么的哪有钞票香？我太了解孙苗，故意将账本给了方恒。孙苗为了方恒筑自己的清高的人设，就一定会忍痛咬牙认下这些账，将钱还给自己。这知青点也太压抑了，我的物品又被我收在空间中，我要想办法从知青点搬走。喝了空间的灵泉水，一口气耕了3000亩地。当我干完活正往回走，宁宁，等一下！真是佩服孙苗的忍耐力，明明心里恨得要命，却还能对着我笑脸相迎。宁宁不想搭理他，继续往前走，可孙苗却3两步追了上来，一把扯住他小挎包的背带。我全都还你了，你怎么还生气？我知道你是因为要下乡，所以一直气不顺，可我是无辜的啊！你可别把气撒我头上啊！你还要闹到什么时候？你到底要干什么？有话不如直说，没事别挡我的道。你看你都忙完了，能不能帮帮我？咱们从小一起长大，你总不能……不能，让开！那你把你的草帽和手套借我用总行了吧？宁宁一把拽过自己的小挎包，孙苗一个趔趄，竟摔倒在地。你们在干什么？大老远就看见你们2个拉拉扯扯，活干完了吗？那个宁宁可真不像话，自己干的活轻松，忙完了也不知道帮帮别人。大家都是一个集体的，怎么这么自私？那你帮他干？我是没有能力，哪像你既没有集体荣誉感，还小气的要命。别人只是问你借草帽手套，你自己都用完了，为什么不借？真是给我们知青抹黑。美娟姐，你别误会，宁宁自幼丧母，叔叔宠她宠得太过，所以她性子有些自我。什么有些自我？说白了不就是自私？我看就是缺乏教育，就该让她。你自己的活干完了吗？还没。就这点活儿，墨迹1天还没干完，还有空去说别人？人家宁宁第1天下地干活，你看看人家就干得又快又好。蔡美娟瞬间消停了，委屈的去干活。都是我不好，我连着2顿没吃饭，头也晕得很，可能是中暑了，也是我不对。宁宁脾气急，我不该。何大志看着孙苗，眼神满是嫌弃。你也不要说那么多废话，你是瞎了吗？连庄稼和杂草都分不清，你看看这好好的庄稼给你糟践成什么样？你今天没有工分，明天你就去扫牛棚吧，可别霍霍庄稼了。孙苗刚想辩解几句，何队长却头也不抬的走了。孙苗的眼泪控制不住的往下掉，宁宁没忍住，扑哧一笑。方恒皱眉，虽然孙苗有错，可宁宁此刻嘲笑实在过分，带着幸灾乐祸的意味。方恒正打算训诫，却看到了阳光照耀下宁宁的绝美容颜，一时愣住。怎么，你还有话要说？没有，你回去路上小心些。哦，这方恒实在有些莫名其妙，大白天的，这里离知青点也就1里路，能有什么事？可孙苗却没错过方恒脸上的红晕，一时间嫉妒、愤怒、难堪涌上心头，却在方恒转头看向自己时，咬牙收敛起所有的情绪。都是我不好，给大家拖后腿了。还有宁宁，我是真的认识到自己的错了，也想修复和他的关系，可他……
没事，宁宁毕竟年龄还小，还有些小孩子脾气。我在空间内装满了各种物资，然而看到知青点的大通铺，绝望了。我也不敢堂而皇之的拿出来。今天的耕地任务提前完成，我现在就去找何队长帮忙找单独的房子。宁知青，你怎么来了？有事？确实有点事想问问何叔，我想从知青点里搬出来，不知道会不会给叔添麻烦。是不够住，还是和别的知青闹矛盾了？我实话说了吧，过几天我那继妹也要下乡来了，没意外的话，也是咱红旗公社何家村第一大队。继妹，怎么你和她不对付？不只是不对付，简直就生死大仇。所以我想搬出来住，也是为了大队的着想，免得闹出什么不可挽回的事，坏了大队的名声。你说的要是真的，那你这继母和继妹可不会这么轻易放过你。没事，我那继母没有介绍信来不了，而我那继妹，她要是敢来招惹我，我正好收拾她。村东头老胡的砖房空置着，他去城里享儿孙福了，现在租给你也算有个进项。谢谢叔叔婶子对我照顾。走，婶子现在就带你去看房。解决了房子的大事，宁宁兴高采烈地往知青点走。你个贱蹄子，克死自己爹妈不够，还想来霍霍我儿子，你是不是还想克死你哥，克死我啊？这老顾家的大儿媳妇又打他小姑子了，作孽啊！宁宁看到小女孩的胳膊青青紫紫的，旧伤叠着新伤。你个贱蹄子，我看你就是见不得小宝好，要故意害死他。察觉到小女孩的身子抖得厉害，宁宁下意识地把她护在身后。婶子别生气，孩子不听话，慢慢教就是了。你是谁？别多管闲事，让开。我是昨天刚到的知青。知青怎么了？你再碍手碍脚，我连你一块打。有完没完？丢人都丢到外头去了，还不进来？小宝又吐了。你等着，我明天就把你卖了。这时的小女孩晕倒了，宁宁才看清她的脸，竟然真的是她。上一世我被王麻子锁在柴房里，险些被饿死，有个痴痴傻傻的小孩偷偷从破窗口塞进来食物，我本来想着等安顿好再去找他，没想到在这里重逢。明明住着青砖瓦房，可这里面住的都是些什么人？竟然这样折磨一个孩子，最后还将这孩子卖到邻村，现在可不是算账的时候，救人要紧。当即掏出自己的水壶，给顾三丫喂了大半杯灵泉水，把空间的灵泉水给晕倒的救命恩人喝了后，把他抱回刚租的房子。当三丫醒来后，你醒了。三丫醒的时候，人还是懵的，听见人声，下意识地蜷缩在角落。平时村里的人对她非打即骂，可眼前这个漂亮姐姐眼底流露的关心，让她想哭。当三丫低头看见被褥上的黑印，吓得一激灵，就想翻身下床，可下一刻感觉天旋地转。你别怕，我是刚来的知青，我没有恶意，我看你昏倒了没人管，才带你回来的。前世三丫来给我偷偷送吃的时候，已经痴痴傻傻，可现在看来，这孩子智力绝对正常。或许是因为我给他服用的灵泉水，所以才避免了他被高热烧坏脑子。我身上脏了没事，洗洗就好。你先吃点东西垫垫肚子，还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幸好灵泉水的作用不小，三丫现在看上去精神多了。小姑娘迟迟没有接。都吃了，这是我租的房子，你安心在这住着。你要是想回家，我也不拦你，我就住在知青点。你要是遇上困难，可以随时来找我。我先走了，明天再来看你。宁宁刚回到知青点，蔡美娟便躲得远远的。听说你今天和那个扫把星接触了。宁宁懒得理他。老知青陈解放看不惯宁宁的作为。这里是知青点，不是你家，你能不能有点集体意识？难道要这么多人都饿着肚子等你回来开饭吗？这年头粮食都金贵，定人定量的，我们可没有多余的饭给那个扫把星。你该好好提高自己的觉悟。宁宁指尖轻点桌面，看向桌子上放着的空盘。第一，我没让你们等我吃饭；第二，你们也没等；第三，顾三丫她不是扫把星，我也没打算让她来知青点蹭饭，是你多虑了。要不是我的行李还在知青点，我根本不愿意回知青点住。就连老知青对顾三丫都是这个态度，可想而知村里其他人对三丫该有多大的偏见。还有陈知青，你也是受过教育的文化人，张口闭口骂一个小姑娘扫把星，这就是你的规矩，你的教养。我看该提高思想觉悟的应该是你才对。陈解放对的哑口无言。宁宁，陈大哥也是为了你好，你怎么说话这么冲？快给陈大哥道歉。眼见得到了陈解放和蔡美娟的支持，孙苗的神情舒展开来。我们也是为你好，听说那孩子性情孤僻，还不讲卫生，天天脏兮兮的在村里乱窜，你看他身上那么脏，谁知道身上会不会有跳蚤，说不定传到你身上。孙苗像是受惊一般猛地窜开几米远。宁宁，我不是针对你，我只是有点洁癖，实在接受不了。你热心肠是好事，但烂好心却让别人给你收拾烂摊子就不对了。就是，你快离我远一点啊，又晦气又脏。受不了就滚出去，往上数3倍，谁家还不是地里刨食出来的？孙苗，你嫌顾三丫不干净，倒不如孙苗，你嫌顾三丫不干净，倒不如先把你指甲里的泥巴洗干净了再说别人。众人的目光不由自主地落在孙苗的指尖上，孙苗所谓的洁癖显得有些可笑。你
要不是宁宁不肯把手套草帽借给我，我又怎么会弄得这么狼狈？我劝你们别巴巴凑上来犯贱，不然我连你们一起骂。苗苗，我们走。有的人就是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人心，哪天就被那扫把星克死了也是活该。宁宁毕竟是女同志，若是真遭了陈姐放的极恨，之后的日子只怕不好过。行了，别杵着了，饭都凉了。宁宁、陈知青，快来吃饭。终于有人给我递台阶了。古人诚不欺我，唯女子和小人难养也。我今天也算领教了一回，也懒得和你这个泼妇计较。宁宁别理他，过来吃饭。不了，看见陈知青这张脸就倒足了胃口。都什么年代了，老太太都不裹小脚了，她倒好，居然裹起了小脑。晚上大家都洗漱完毕，江圆圆递给宁宁一盒雪花霜。这盒新的雪花霜送你，谢谢你今天给我的手套和面巾。对了，我这还有点核桃酥，你尝尝。宁宁将雪花霜收好后，忽略了孙苗贪婪的眼神，接过核桃酥咬一口。孙苗在旁边口水都快流出来了。宁宁自己的空间也存了不少点心，当下又装模作样的在箱子里翻找一通，拿出了枣泥糕和绿豆糕放在桌上。你也尝尝看。江圆圆和孙苗惊讶地看着桌上的点心。宁宁怎么配有这么好的东西？这两个人怎么像没看到我一样？你们招呼我尝一点啊！孙苗又气又恼，狠狠的一跺脚，转身又去了老知青蔡美娟的屋子。他又抽什么风？我们又不欠他的，估计明天知青点就会传遍我们两个孤立他。我不想吃大锅饭了，宁宁你要不要和我搭伙开个小厨房？不行，我在村里租了个小院，等收拾好了就要搬出去了。什么时候的事？为什么要搬走？知青点好歹有个照应。照应，他们不找我麻烦就不错了。人多是非多，你走了，我岂不是一个人孤苦无依？村里有不少空房，你若是在知青点住不惯，不如早做打算。我也该打算了。听说明天镇上有急事，我和大队长请假了，要去镇上置办东西，你去吗？当然去。我空间里的东西齐全，却一直找不到一个好借口拿出来。第二天赶集，宁宁找了个僻静地方，从空间拿出很多东西，掐着点到了和江圆圆碰头的邮局。两人进了邮局，路过柜台时，看见一张张精美邮票，愣了愣神。我虽然卖工作得了不少钱，可坐吃山空也不是办法。上一世一张邮票可以卖到上百块，甚至上千块，更有一张邮票一套房的说法。宁宁当下停住脚步，看着柜台上的邮票，心头火。女人明明没什么钱，却一下子买了几套邮票，这一举动可让江圆圆惊掉了下巴。你疯了，日子不过了，就算喜欢也没必要一下子买这么多啊。宁宁眉眼弯弯，心情不错。圆圆，要不你也买几套留作纪念，我保证你以后绝对不会后悔。我对邮票不感兴趣，身上剩下的钱还想再买几个肉包子带回去。可不知为何，竟然鬼使神差的跟着买了些邮票。等到出了邮局，看着手里轻飘飘的几张邮票，你还我的肉包子。快别好了，我请你。众人瞧见宁宁背着满满当当的包裹。宁宁买这么多东西，都是用我的80块买的。宁宁这贱人，这样大手大脚，到时候拿什么还我钱？蔡美娟闻着空气中肉包子的香气，忍不住吞了吞口水，看向宁宁等人的眼神越发不善。好香啊！宁宁塞给小姑娘一块水果糖。谢谢姐姐，是橘子味的，好甜。她的东西你也敢吃？脏死了！胡说，这糖可甜了，一点都不脏。最近为了早点回家剪辑视频，所以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特斯拉，才花了9万9。瓜子有上万台不同配置的奔驰、宝马、特斯拉，比线下店选择多了。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，还能送上门试开3天。要是有旧车，也能放瓜子高价拍卖。总之买卖二手车，上瓜子就对了，赶紧去瓜子 app 看看吧。你个小丫头懂什么？我说的脏，可不是这个脏。宁宁，你别生气，美娟姐就是心直口快，没有恶意的。这回江圆圆也听懂了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说错什么了？江圆圆，我也是好心欠你，离宁宁远点。宁宁，我要是你，根本就没脸出门。一个响亮的耳光瞬间让全场安静下来。蔡美娟不可思议地瞪着眼睛：你竟敢打人！你凭什么骂我？谁说的？有什么证据？大家都是这么说的。大家？哪个大家？姓名、年龄、住址，你带着我过去，我要当面和他对质。大家也没想到宁宁如此强硬，蔡美娟支支吾吾说不出来。说不出来，那就是你在散播谣言，败坏我的名声。我现在就去派出所告你，你故意污蔑我的名声，我倒要看看民警同志究竟是管还是不管。污蔑他人名誉，造成严重后果的可是要吃牢饭的。宁宁拽着蔡美娟朝着派出所的方向走去，蔡美娟吓坏了。不是我，真不是我，是苗苗说的。孙苗，你说句话啊，不是你说，宁宁一定是被人贩子拐走了，才会被民警亲自送回来，还说她消失2天，肯定不干净了。我没有，我只是担心宁宁遭遇了不好的事。美娟姐，你误会了我的意思，怎么还到处乱传呢？平常小姑娘遇上这种事情不都是百口莫辩，或者急着解释吗？怎么到了宁宁这还打破砂锅问到底？这蔡美娟也是个没用的，一下就被宁宁镇住了，将我供出来了。宁宁，都是误会，我们也是好奇，你那2天到底去了哪？碰上什么事？宁宁微微歪头，像是两人还没有隔阂时。那你是承认了？
宁宁懒得听他狡辩，许久孙苗才反应过来，难堪羞愤瞬间涌上心头。他正想开口，却对上宁宁深不见底的眸子。怎么不服啊？咬我的舌根的 IP， 随意造我谣言的 IP， 怎么不服啊？那就去派出所告我啊！正好我也想去呢。孙苗咬紧后槽牙，好汉不知眼前亏，以后再找别的机会。等到了村口，我先走了。宁宁背着包裹，朝着自己的小院走去。那个小辣椒干啥去？带着那么多东西，怎么不回知青点？宁宁租了小院，要搬出去住，等新家收拾利索了，邀请我吃饭呢。知青点环境确实差，没想到宁宁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。宁宁来到小院时，院子已经焕然一新，可宁宁找了一圈也没瞧见三丫的身影。正想着，三丫忽然抱着一捆柴火进来。你这还病着，怎么跑去捡柴了？宁宁语气有些急，小姑娘下意识地缩着脖子，垂着头，不敢吭声。前世的我就是这样怯懦不安、孤苦无依的。我不是要凶你的，只是你病还没好利索，一个人捡柴火很危险的，万一晕倒了，被坏人捡走，卖到山沟沟里，一辈子就完了。宁宁故意夸大其词，她知道小姑娘心里不安，迫切地想做些什么证明自己的价值。谢谢你帮我收拾小院，你饿了吧？快过来吃点东西。三丫从自己的口袋中掏出半个馒头，正是昨天宁宁留给她的。我还不敢回顾家，这次小宝在河边失足落水，嫂子一定会把这笔账算在我头上。顾三丫一想到大嫂，下意识的周身发抖。别人都说我是灾星，沈知青救了我，我不能连累他，一会儿我就和他道别，哪怕嫂子要打死我，那也是我的命数。怎么呆呆的？哪里不舒服吗？顾三丫缓慢地摇摇头，想要告别的话说不出口。这是今天买的包子，你快吃，我进去收拾收拾，估计明天就能搬过来和你一起住了。三丫低头看看手里的肉包子，又抬头看看宁宁，看上去确实有几分傻气。宁宁从空间内往外掏东西，很快就将家里添置了七七八八，一个简单温馨的小家逐渐成型。等她从屋子里出来，三丫立刻凑了上来。你吃。前世我被关在破旧的柴房，三丫把窝窝头塞进狭小的通风口。宁宁像是陷入了冗长的噩梦中，额头渗出了点点汗珠，脸色也白得厉害，这可把顾三丫吓坏了。知青姐姐怎么突然脸色惨白？是不是我的不祥磕到了她？三丫惊恐的连连往后退。你个贱丫头，还学会偷奸耍滑了，躲在别人家做什么？有本事一辈子也别跟我回去。宁宁猛地回过神来，瞧见顾三丫低垂着头，晶莹的泪珠大颗大颗的落了下来。对不起，我给你添麻烦了，我嫂子来找我了，我要回去了。宁宁刚想开口劝阻，顾三丫已经打开院门。三丫明明在家里任劳任怨，嫂子对她还是既打又骂。当我把晕倒的三丫带回家后，嫂子却找上了门。三丫怕连累我要离开，当我刚想开口劝阻，三丫已经打开院门。我还以为你真的翅膀硬了，再也不回去了，怎么被人当成赖皮狗赶出来了？宁宁追了出来，拉住顾三丫的胳膊。三丫回来，别跟他回去。你是个什么东西，敢管我家的事？你凭什么不让他跟我回去？就凭你虐待他，还想把他卖给老光棍做童养媳。这丫头是怎么知道的？我这事儿明明做得很隐蔽。郑雪梅皱着眉头，扯着顾三丫就往外走。别在这儿胡说八道，你信不信我让公安局来抓你？宁宁还想上前。我跟你回去。听见没？他要跟我回去。我要回去，我不能连累你。对于三丫来说，我只是接触了一天的陌生人，实在不足以信任。我会盯着你们家的，但凡有一天看不见三丫，我就去派出所告你们。与此同时，王宝珠已经带着行李哭哭啼啼的下乡了。王宝珠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宁宁不是替王宝珠下乡了吗？她不在城里好好做办公室，跑到这鸟不拉屎的地方做什么？这一切和宁宁逃不了关系。王宝珠认出了眼前人，翻了个白眼。孙苗这些年没少扒着宁宁讨好，还想两面逢源，可惜我才不是宁宁那个蠢货，相信什么姐妹情谊。王宝珠不理会孙苗。王宝珠这人和宁宁不对付，利用起来可太顺手了。你怎么也下乡了啊？那你城里的工作怎么办？还不是怪宁宁，她卖了工作，还卖了我和妈妈住的房子，拿了钱躲到了乡下。那她身上岂不是有很多的钱？宁宁从我这讹走的80元，一定要她连本带利的吐出来。我不要住在这儿这么破，怎么是呀？孙苗看似劝慰，实则拱火。宝珠，你别任性，女知青只有2个大通铺，没得选择。我们又不像宁宁，手中握着这么大笔钱，可以出去单独租院子住，我们只能挤挤了。凭什么叫宁宁我滚出来？她现在在哪？孙苗却一反常态地拦住了他，在他耳边嘀咕了一阵。第二日，宁宁刚到集合点，就在知青队伍里对上王宝珠愤怒的目光。这2天忙着收拾小院，担心顾三丫的事情，倒是把王宝珠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了。王宝珠一向骄纵，怎么会耐得住性子不找我麻烦？宁宁看着孙苗和王宝珠两人手挽手，
难怪能沉得住气，原来是有了新居师啊。宁宁，你可算来了，你都不知道，这两人昨晚嘀嘀咕咕的吵了一个晚上。昨天那个新来的女知青听说是你妹妹，我怎么感觉更像是仇人啊？不过一个晚上，整个知青点都在传你忘恩负义，拿了家里的钱，卖了家里的房子跑了。当然我是不相信的，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没有误会，我确实是卖了自己的工作和房子下乡的。我从空间往外掏东西，很快就将家里添置了七七八八。我把留在知青点的东西带过来，就可以远离王宝珠他们。当宁宁在知青点收拾好东西，刚想往外走，王宝珠忽然拦住他们。等等，别走，我钱包丢了。他声音不小，瞬间引来了不少人。你什么意思？是怀疑我偷了你的东西？没有没有，我们怎么会怀疑你？只是宝珠丢了钱包，这个房间除了你俩可就没人进来了。那就是冲我来的喽。宁宁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，等了几天，这两人总算是出手了。也不枉我将这箱子留在这么久，鱼儿终于咬钩了。我不是冲着谁，我的钱包真的丢了，那可是我的全部身家，要是找不回来，入冬了我可怎么办啊？你别急，你放哪了？大家都帮忙找找看。你们来之前我还清点了一遍，就放在我的箱子里，刚才出去解手，回来就不见了。江媛媛眉头皱得更厉害了，这话怎么听怎么不对劲。蔡美娟眼神在江媛媛和宁宁身上扫视一圈。快别哭了，总归还在这屋子里，实在不行就挨个检查吧。检查？怎么检查？没做亏心事，怕什么检查？不如你俩就当着大家的面把箱子打开，证明一下自己的清白。开箱检查？凭什么？说不定是你们贼喊捉贼，要故意陷害我们。我和王宝珠没什么过节，看来就是冲着宁宁来的。别胡说八道，知青点这么多年一直干干净净，从来没丢过东西，怎么你们一来，王宝珠的东西就丢了？有的人就是人品败坏，连捡了房款躲到乡下的事都能做得出，手脚又能干净到哪去？蔡美娟这话就差没指着宁宁的鼻子骂她是小偷了。报警吧，王宝珠丢的这些东西足够立案了。孙苗和王宝珠对视一眼，兴奋之情溢于言表。他们本就想将事情闹大，最好让村长来见证。这事肯定有误会，实在没有必要报警，不如大家帮着找找，只要东西没丢。孙苗目光却直勾勾地盯着宁宁。就是啊，宁宁，你要是拿错了，现在道个歉，将钱包交出来，我们也不会怪你的。我没拿，你们别想冤枉我。你既然没拿，为什么不肯开箱检查呢？真是奇怪，你们口口声声要检查我的箱子，好像是确定了王宝珠的钱包就在我的箱子的，难道有人亲眼看见了？那为什么当时不阻止我，或是直接抓我个现行呢？仅仅是因为怀疑就要求别人开箱检查，那以后社会岂不是乱了？那我现在也说我丢了东西，我怀疑就在你身上，你是不是也愿意接受搜查，以证清白？就是你拿了。王宝珠拽住孙苗，他看见了。孙苗只能尬笑地迎接众人是审视。你亲眼看见宁宁拿了王宝珠的钱包？我没说是宁宁拿的，我只是刚好看见宁宁站在宝珠的炕头前，好像在翻找什么东西。这话和指认宁宁是小偷没什么区别。孙苗，你想清楚再说话，不要冤枉了人家。方恒竟然护着宁宁，我亲眼看着王宝珠将钱包藏在了宁宁箱子里的。我只是实话实说，没有故意冤枉谁。宁宁到底拿没拿，只要打开箱子给大家看一眼，不就清楚了？她一直这么抗拒，不肯配合，谁知道里面藏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？江媛媛看着眼前的这场闹剧，瞬间怒了。她算是看明白了，宝珠和孙苗这两人做了一个局，这箱子绝对不能开。是我拉着宁宁来知青点帮我搬东西的，她的行李一直放在知青点，她刚才连箱子都没来得及打开。你们别胡说八道，宁宁我们走，别管他们。说着拉着宁宁就要往外走，王宝珠却拦着了他们。弟妹和闺蜜冤枉我偷钱包，宁宁我们走，别管他们。说着拉着宁宁就要往外走，王宝珠却拦着了他们。我钱包还没找到，谁也不许走，这是我全部的家当，要是丢了我可就没法活了。报警，必须报警。何大志殷勤地带着领导缓缓走了过来。顾营长，这就是我们的知青点，宁宁同志就……村长还没说完，王宝珠像是见到了什么救星，瞬间冲了上去。领导啊，你们可要为我做主啊！就是他偷了我的钱，一共是146块5毛钱，还有40斤全国通用粮票。村长顺着他手指的方向，瞧见站在人群里的宁宁。别胡说，宁宁同志怎么会做这样的事？我们是来……顾远洲制止了村长何大志的话。我们的事等等再说，先解决下这位同志的问题。你怎么在这儿？顾远洲面无表情。你丢东西了，怎么回事？孙苗担心王宝珠多说错多，直接上前将事情说了一遍。顾远洲看向了宁宁，这小姑娘卖了房子卖了工作，不是个缺钱的人，也算聪慧。不管怎么看，这都不像是个偷东西被抓包的。宁宁也没想到来大队颁发奖章的竟然是他，想到自己在他心目中也不是什么好人。行，可以开箱检查，但住在这屋内的其他人也要检查，谁知道他们是不是贼喊捉贼？宁宁指着王宝珠和孙苗。凭什么？东西就是在你来了之后才丢的，你有嫌疑。要说嫌疑，今天进入过这间房间的知青都有嫌疑。
凭什么就检查宁宁的？再说等会要是搜不到，你们又打算怎么办？王宝珠翻了个白眼，钱包就在宁宁箱子里，怎么可能搜不到？你想怎么办？搜不到，那就是你们俩合起伙来污蔑我，坏我名声。我要求你们在村民早会的时候当众念检讨，公开向我道歉。听到宁宁答应开箱检查，王宝珠眼底的兴奋几乎压不住了。那要是搜出来了呢？若我真的偷了你的钱包，法律自然会惩治我。只要宁宁坐实了偷盗罪，必定要吃牢饭的。到时他卖房子和卖工作的钱，岂不是就要落到我的手里了？两人眼底的兴奋几乎要溢了出来。好，一言为定。刚好领导都在这，就让他们做个见证。村长的脸色难看极了，顾远洲面无表情。无奈之下，我放下箱子，打算让他们检查证明清白。我的东西多，从我开始吧。宁宁，我们互相检查。不行，你和江媛媛关系那么好，谁知道她会不会包庇你？我要亲自检查。可以，为了公平起见，我也要检查你们的。必须互相检查，这样才公平。孙苗和王宝珠对视一眼，像模像样的在江媛媛的行李里翻找起来，很快就摇摇头，没有，不在江媛媛这儿。江媛媛毫不客气地翻了个大白眼，心却揪了起来。王宝珠和孙苗兴奋地翻看宁宁的箱子，王宝珠兴奋地高高举起一个钱包，是我的，我就说宁宁你果然是贼，这就是我的钱包。你们不知道啊，他在火车上还被人贩子拐走了，整整消失了2天呢，还是军人同志亲自派人送到咱村里的。这要是放在旧时候，那可是要沉塘的。议论声四起，孙苗隐藏在众人中，心底畅快极了。顾远洲的脸色也越来越黑。宁宁以身涉险，解救了好些孩子，怎么在这些村民嘴里传成了这么不堪的样子？宁宁，你平时贪图享乐，花钱大手大脚也就算了，弟妹和闺蜜冤枉我偷钱包。王宝珠和孙苗兴奋地翻看宁宁的箱子，王宝珠兴奋地高高举起一个钱包，是我的。再怎么说也不能偷东西啊，你要是困难了跟我说。天天大手大脚，花钱如流水，原来都是偷的，难怪花起钱来一点也不心疼。宁宁一直跟我在一起，她根本就没有作案时间，这个钱包肯定是你们放进去的。一直跟你在一起，说不定就是他偷东西，你望风，你俩根本就是一伙的。你胡说八道。宁宁上前一步，夺过王宝珠手上的钱包，交给了顾远洲。这不是王宝珠的钱包，这个是我的。虽然他那个钱包和我的款式一样，可这里面的钱数对不上。我的钱包里面有218元，还有一张我和我父母的合照。最重要的是，当初为了区分，我特意在钱包的背面绣上了自己的名字。何大志看到钱包背面果然绣了个小小名字。是，这个果然是宁宁同志的钱包。孙苗和王宝珠同时一愣，这不可能。顾远洲打开钱包，看到了全家福照片和里面的钱数。没错，一共218元，还有这照片，这袖子，这就是宁宁同志钱包。我的钱包难道是掉到了箱子下头？紧接着不管不顾的又将宁宁的箱子翻了个底朝天。我亲手放进去的钱包不见了。孙苗也被这变故打得措手不及，瞳孔惊得一阵乱颤。宁宁气定神闲，冷笑着看着王宝珠发疯。我不知道王宝珠将钱包藏在哪件衣服里，索性将箱子里的东西全部替换掉。箱子里之前的东西如今正在我的空间躺着，自然也包括王宝珠的钱包。众人看着宁宁的东西被扔了一地，她却只是低着头，一语不发。这个可怜的小知青说不定正偷哭呢，我刚才说的太过分了。只有顾远洲注意到了她的异常，这小姑娘好像又发呆。我把箱子里的东西全部收入空间，只因季妹把她的钱包放在我的箱子里，想要冤枉是我偷的。季妹翻了我的箱子，一无所获后怒了。我的钱包呢？这不可能啊，我明明将钱包放。孙苗狠狠掐了王宝珠。你干什么？既然不在宁宁箱子里，那就算了，一定是宝珠记错了，我们再找找。什么算了？我的钱包真的丢了，你跟我说算了。是该好好找找，毕竟知青点出了小偷，这可不是小事。我和江媛媛已经证明了自己的清白，现在该轮到你们了。江媛媛打开了王宝珠和孙苗的箱子，均一无所获。就是一场误会，宝珠的钱包丢了，他又不像你那么有钱，你卷了家里所有的钱。再说沈叔叔在世时对宝珠视如己出，你卖工作和房子的钱难道不应该分他一半？孙苗说的没错，那些钱也有我的一份，我们一共是4口人，你自己留1/4，剩下也该给我。你姓王，我姓沈，我们2个算什么一家人？我爸爸走了以后，你们一直打我骂我，现在连我妈妈留给我的房子也不放过。最近为了早点回家剪辑视频，特意买了辆新车，所以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特斯拉，才花了9万9。瓜子有上万台不同配置的奔驰、宝马、特斯拉，比线下店选择多了。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，还能送上门试开3天，要是有旧车，也能放瓜子高价拍卖。总之买卖二手车，认准瓜子就对了，赶紧去评论区看看吧。我有房管局给我开具的证明，足以说明我的行为合规合法。倒是王宝珠同志一直在恶意败坏我的名声。王宝珠还想辩解，宁宁却用着只有2人能听见的声音嘲讽他。你和你那个不要脸的妈一个德行。王宝珠果然不经激，抡圆了胳膊就要打宁宁。王宝珠和宁宁拉扯间，将宁宁推到炕上，
孙苗叠好的被子被推倒，露出钱包的一角。这是什么？王宝珠将那一角拽了出来，赫然是他丢失的钱包。我从空间里取出王宝珠的钱包，美滋滋地数了数里面钱票和粮票。王宝珠不是栽赃我偷钱吗？我就坐实这件事，也不枉费他的一番苦心。第二天去表彰大会的路上，宁宁，昨晚你离开没多久，王宝珠又闹了起来，她钱包又丢了，据说这回是真丢了。昨天鬼哭狼嚎的闹了一宿。还有这事？昨天她自己揣着钱包哭着跑出去了，大家可都看见了，再怎么也不能赖到你身上啊，可别搭理她。正说着，何大志和顾远洲也过来了。我猜村长边上的高低也是个军官。宁宁认为江圆圆看人准。那你猜猜今天的表彰大会是为了表彰谁？还真别说，我昨晚琢磨的一个晚上也没搞懂，不过我还是很期待的。确实期待，中午上我家去，我给你炖五花肉吃。真的，宁宁你太好了，我真是爱死你了。没出息，瞧你那样的，跟800辈子没吃过肉一样。江圆圆的笑意一僵，站直了身子，又恢复了往日的高冷御姐样。宁宁也不惯着她。原来是王同志啊，怎么你是钱包找着了，检讨写好了，还是猪圈卫生弄干净了？致命3连击，王宝珠的脸色一问比一问难看。宁宁，你不要太过分，好歹你和宝珠也做了这么多年的姐妹，竟连一点情分都不顾，我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。孙苗眼眶含泪，一副受尽委屈为好友打抱不平的义气模样，站在王宝珠身旁，更像是站在道德的最高点上的批判者。宁宁丝毫不动怒，反倒是笑意盈盈的看着突然冒出的孙苗。说实话，我还是蛮期待等会你上台表演的，孙同志，你可千万别怯场，一定要好好发挥。看你平日教训人的时候说的头头是道，想必你的检讨书也一定写得很精彩吧？孙苗只觉得自己的胸膛都要气炸了，眼眶都气得通红。宁宁说完就回过头，继续和江圆圆讨论午饭吃什么，连一个多余的眼神都没分他，这样的羞辱落差更让人难以忍受。表彰大会现在开始。宁宁张望间瞧见了顾家大儿媳郑雪梅，下意识地搜寻起三丫的身影，却一无所获。三丫不在，是被他嫂子关在家里，还是有事耽搁了？上次我已经警告过郑雪梅，短时间她应该不敢动手才是。顾远洲看着台下四处张望的宁宁，目光不自觉地停在她身上，眉头微微皱起，许是这次注视点时间有些长。宁宁，你真的没得罪他吗？我真的觉得那个军官在看你。宁宁抬头正对上顾远洲的视线，慌忙躲闪。不对啊，这样岂不是显得我做贼心虚？顾远洲就算怀疑自己拿了王宝珠的钱包又怎么样？他又找不到证据。宁宁又坐直了身子，杏眸瞪得圆圆的，努力想露出一个凶狠的眼神，可偏偏落在顾远洲眼里毫无杀伤力。这小知青像只炸了毛狗崽子，无端端想让人想撸一把，给他顺顺毛。顾远洲被自己想法吓了一跳，忙收回目光。孙苗，你现在连我的主意也敢打？你以为我是宁宁那个窝囊废吗？难怪你刚才支支吾吾不让人翻你的东西，搞了半天竟敢是你偷我钱包。不是我，真的不是我。孙苗愤怒地指着宁宁大叫，是你诬陷我，是你偷了王宝珠的钱包。孙苗同志，你要是真的遇见困难了，只要你张口，我绝不会坐视不管，你又何必做出这样的事？你别冤枉我，我没拿。孙苗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可偏偏王宝珠还在不依不饶的让自己给个交代。我是冤枉的，王宝珠，你好好想想，我一直和你同进同出，怎么可能避开你的视线拿了你的钱包？我真的是冤枉的。寸步不离，这不对吧？你刚才不是说亲眼看见我站在王宝珠的炕头上翻找东西吗？怎么你俩在一块却只有你看见，王宝珠却没看见？你一直强调搜查箱子，谁会想到你竟然直接将钱包藏在被子里，差点被你蒙混过去。顾远洲周身的气压更低了些。这次火车事件，要不是宁宁识破了他们的计谋，后悔不堪设想，怎么还能让谣言传成这个样子？顾远洲想到刚才众人对宁宁的谴责，心头就憋闷得厉害，好似一股无名之火要喷薄而出。何大志感受到顾远洲的情绪。孙苗，钱包是在你被子里发现的，你怎么解释？冤枉宁宁这事已经失败了，万万不能再将自己搭进去。孙苗一把扯住王宝珠的胳膊，暗暗用力。应该是宝珠记错了，她一直粗心大意，肯定是她随手乱放，才导致了这场误会。王宝珠还想说话，孙苗转过头狠狠剜了他一眼。别忘了，咱俩是一条船上的人。王宝珠不再吭声。王宝珠，你再好好想想，你的钱包到底是别人偷了，还是自己放错了位置？大概是我记错了。你们这些小年轻，这么重要的东西也不收好，还弄出这么大动静，幸好这事找着了，要是没找着，岂不是冤枉了别的同志？眼见村长要将这件事轻轻接过，宁宁自然不乐意。刚才他们可说好了，我的箱子里没有他们要找的东西，他们要公开检讨，当众给我赔礼道歉。凭什么？宁宁说的没错，你们刚才冤枉了宁宁，是该好好赔礼道歉。我看这2个月猪圈卫生就由你们2个负责，过几日就召开村民大会。不用过几日，
就等明日表彰大会结束，让这2位女知青公开检讨。现在先道歉吧。顾营长说的对，该表彰表彰，该检讨检讨，该道歉道歉，都不耽误。你们冤枉了宁宁，还不赶紧道歉？王宝珠又气又怒，撇撇嘴，哭着跑走了。孙苗也想跑，可今天来了领导，当即换了一张面孔。宁宁，真的对不起，我也是被宝珠误导了，才会误以为你拿了她的钱包。你千万别介意，也别往心里去，好不好？不好，我看你不仅眼睛不好，脑子不好使，心眼更是不好。你有空还是赶紧去看看大夫吧，你整个人都要烂透了。这女同志倒是有意思，现在得理不饶人，骂人不带脏了。骂的是挺脏的。宁宁刚对完人，便听见顾远洲的评价，瞬间像泄了气的皮球。我家里还有点事，就先走了。又对着顾远洲点点头。领导再见。说完就溜之大吉。顾远洲看着他的背影，险些被这句简单的领导再见气笑了。怎么说也帮了他几次，要不是为了给他证明，我又怎么会多留一个晚上开表彰大会？可他倒好，连声招呼都不打，还敢装不认识我，真是个没良心的小东西。等到宁宁一口气跑回了自己的小院，这才松了口气。一想到顾远洲那带着淡淡审视的眸子，宁宁不自觉地打了个冷战。真是奇了怪了，怎么每次想做点什么坏事总能撞见他？莫不是磁场不合相克？他刚才看我那眼神是什么意思？不会是发现我做手脚了吧？在火车上救了孩子们，被闺蜜传承被掳走，终于等到村里颁嘉奖的时候。现在就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宁宁同志上台领奖。不光是江媛媛吃惊，知青点的人也险些惊掉了下巴。方恒看着高台上侃侃而谈的宁宁，久久回不了神，眼神越发狂热。我只是顺应本心做了正确的事，真正擒获人贩子的还是我们伟大的解放军同志们。这个奖章是对我个人的嘉奖，但我觉得它更应该属于伟大的解放军同志们。他说那奖章属于你呢。顾远洲面无表情地扫了他一眼，唇角微微勾起。说的比唱的还好听，看见我时跑得比兔子还快，半点看不出信任感激之情。顾远洲作为颁奖嘉宾，拿着奖章站在宁宁旁边。顾远洲的气势太盛，宁宁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。顾远洲快一步拉住宁宁，当心摔倒。顾远洲看宁宁这副畏缩的模样，心中又生出了几分烦躁。刚才不还神采飞扬的，怎么现在又怕成这样？我当真有这么不招人待见？一向不在乎别人感受的顾远洲，第一次开始反思自己是不是太过凶悍，努力放柔了表情，对着宁宁露出一抹笑。这假笑不会是在警告我吧？谢。颁完奖后，终于等到最后的拍照环节。村长看出了两人的猫腻，大家都凑近一点，镜头装不下了。宁宁被推搡着，半个后背都贴进了顾远洲的怀中。看这里，大家笑一个。随着一张大合照，这次表彰大会完美落幕。此时村长一改刚才的笑意，盯着孙苗和王宝珠。有错就改还是好同志，孙苗和王宝珠，你们二人上来，当着大家的面好好跟宁宁同志道个歉，做个深刻的检讨。孙苗看到宁宁挑眉得意的眉眼，深吸一口气，压下心底翻涌的情绪。王宝珠还没开始张口，眼泪就啪嗒啪嗒的往下掉。这就受不了，年轻人这心理素质可不行啊！装哑巴，说话啊！对不起，是我错了，是我冤枉宁宁，行了吧？我现在钱包也丢了，被人追着骂，还要写检讨记录档案。宁宁，这回你满意了吧？说完，在众人还没反应过来，将话筒重重一摔，哭着跑下了高台。这算什么检讨？这王同志人不大，脾气倒是不小，看那架势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受了多少委屈呢，真是不知所谓。没成想，孙苗却淡定地捡起话筒，身体微微发颤。乡亲们好，我是知青孙苗，在这儿我诚恳地向宁宁同志道歉，我错了，对不起，我错在不该轻信他人的话，误会了宁宁同志，伤害了我们之间的感情。这孙苗处处针对你，背后说你坏话，他是一点不说啊，将一切问题推到了王宝珠身上。王宝珠要是知道了，那还不气死？宁宁嗤笑着摇摇头，难怪前世我一直被孙苗假面蒙蔽，他的确能屈能伸，善用人心，早就料准了王宝珠心高气傲，受不了这样的批评，会耍脾气离开，正好将一切过错推到他人身上。我出发点都是好的，只是我年纪轻，好意办了坏事，不经意间伤害了宁宁同志，在此我郑重地向宁宁同志道歉，对不起，希望你能原谅我，也希望宁宁同志能接受我的道歉，再给我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。都是一个知青点的，抬头也不见低头见，宁宁不会和他计较的。你看他哭得那么可怜，也认识到错了，可比起那个王宝珠好上太多了。孙苗站在高台上，俯视着台下的众人，眼底深处藏着轻蔑，像是在看一群可以任人愚弄的傻瓜。我相信宁宁同志一定愿意原谅我的，对吗？别冲动，他就是想将你家在火上烤呢。你们私下不对付没事，明面上不好闹得太难看。对于犯错误的同志，我们当然不能一棍子打死，相信大家也愿意给你一个机会，只是你该让我们看到你改过自新的诚意，不然岂不是人人都轻飘飘的一句对不起，就可以抹杀自己犯下的错？
孙苗的笑意有些僵硬。当然，不知道宁宁同志觉得怎么样才算是有诚意呢？需要我对你做出什么补偿吗？这样吧，村里有不少孤寡老人，生活困难无法自理，你不如每日农闲之后去搭把手，收拾屋子，做饭，将你对我的愧疚和歉意化作源源不断的动力，帮助那些更有需要的人吧。这就是你对我最好的补偿，也更能体现你改过自新的诚意。宁宁既不说原谅，也不说不原谅，三言两语就扭转了局势，反将孙苗架在了火上烤。孙知青怎么不接话啊？难道他不愿意？不是吧，这点诚意都不肯拿出来，还想让我们原谅他？孙苗脸上的笑意已经维持不住，心里气得要呕出血来。下乡的日子已经够苦了，我每天农活都干不完，还被惩罚去扫猪圈，还要去给那些老头老太太干活，做免费的保姆。在众人的起哄下，我当然愿意。宁宁心中的恶气终于消散了，笑得像一只得逞的坏狐狸。顾远洲看着宁宁光明正大使坏的小模样，心头泛起一阵洋溢。这小丫头果然是一点亏都不肯吃。宁宁和江媛媛一路说说笑笑，突然被卢翠英叫住。宁宁，婶子有事要麻烦你。听说顾营长是南方人，也不知道我们这饭吃的惯不惯，我们也不好怠慢。之前听江知青说你厨艺不错，能不能来搭把手？见卢翠英急得一头汗，宁宁连忙点头。当然可以，您别急。我做饭不行，打个下手还是没问题。卢婶我也来帮忙。婶子也不跟你客气，回头有时间了，婶子好好谢你。宁宁对于帮助过她的人，她从不吝啬自己的善意，当即跟着和婶子去了村支部。宁宁笑看着活蹦乱跳的大鲫鱼，也就有了主意。我惊讶地发现，空间里无论种什么，只要1天就能结果。有了灵泉的加持，这些果蔬的质量也好得惊人。这么珍贵的空间，若是能弄来珍稀的植物培育，以空间的速度和环境，岂不是一本万利的买卖？有谁会嫌钱多呢？宁宁说干就干，可是在山的周围绕了一圈，一无所获。别说珍稀药材，就连野草都没遇上几根，我还是去集市碰碰运气。宁宁姐姐，你也要去山里寻宝吗？寻宝？山里有宝贝？有没有宝贝不知道，反正我听说县里的大官要去山上寻宝。宁宁闻言也没放在心上，目光落在何小军摘的野花上。这花可真好看，能给姐姐看看吗？姐姐喜欢，那我下次多摘些。宁宁笑着接过，其中一朵越来越觉得眼熟。这是蝴蝶兰，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这花真好看，你在哪采的？就在那，沿着小路一直走。以后我的空间种满名贵兰花，这样的诱惑实在让人难以抵挡。当即和小朋友挥挥手，不一会就找到了目的地。宁宁压下心头的火热，仔细寻找着目标，总算发现了一株极品的兰花。宁宁把这株兰花小心翼翼地移到自己的空间中，又在附近找到了2株品相上佳的翡翠兰和3株品相一般的蝴蝶兰，不禁喜笑颜开。再过几年，华国便会兴起一阵兰花热，到时候一株稀有品种的兰花是能被炒到几千块、上万块。重来一世，我只想吃得好，睡得好，看着前世害死我的人一个个下场凄惨，可想完成这些，便少不了钱的加持。收拾好一切，宁宁蹦跳地往回走，偏偏此时听见山中传来一阵好像野兽的叫声。宁宁停下脚步，四处张望。我总不能运气这么背，真的遇上野狼了。没事的，没事的，我还有空间，真到了危急时刻也有自保之力。宁宁仔细分辨着叫声的方向，却错过了身后的脚步声。宁宁，你……宁宁被吓得一激灵，扬起手中的野花，猛地朝身后人砸去。是我。宁宁的这才回过神来，正想道歉，可抬眸看清方恒的惨样，倒吸一口凉气。抱歉，我刚才以为有野兽出没，你突然出声吓了我一跳。你没事吧？你怎么突然出现在这儿？你下手可是真狠啊，真的好痛。我听何小军说你进山了，想着天快黑了，你一个女知青不安全，便来找你。宁宁不免有些心虚，尴尬的笑笑。自从喝了灵泉水，不仅增强了体质，就连着力气也大了许多。实在不好意思，我给你清理伤口，你忍着点。宁宁从空间中取出用品，给方恒清理伤口。这2天回去别碰水了，大概不会留疤的。可他此刻却丝毫也感受不到这般近距离的和宁宁接触。方恒心头的小鹿已然乱撞。宁宁在山中听到野兽的叫声，背后的方恒喊了他一声，被胖 K 了一顿。宁宁在给方恒清理伤口时，方恒脸颊烧得厉害。我自己来。刚才伤的位置离眼睛太近，有些不放心，现在发现只是皮外伤，没事的。好，你自己擦吧，多擦点，受伤的面积有点大。方恒看不清自己的脸，只能用红药水将刺痛的地方胡乱地擦了一通，根本不知道自己秒变关二爷。等他回过头时，宁宁瞳孔微颤，险些笑出声来。方恒不傻，微微一转，脑筋就想明白了。想笑就笑吧，可别憋坏了。宁宁再也忍不住，笑得开怀。夕阳的余晖落在他的笑颜上，让方恒的心跳都漏了几拍。方恒忽然掉头进了林子里，
不多时就捧着一大束各色的野花。这束花给你。宁宁一愣没接，方恒似乎也意识到自己这行为有些鲁莽。你刚才摘的野花不是砸烂了吗？这束就当我赔你的，留着防身也挺好。这个打人真的怪疼的。刚才的旖旎氛围瞬间消失了。抱歉，今天是我莽撞了，害你遭了这么大的罪。改日我做点好吃的，算是赔罪吧。就在这时，林子又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动静。顾远舟竟然也从林子里冒了出来，看见宁宁时微微抬眸，接着又瞧见站在宁宁身边一副保护者姿态的方恒。顾营长，你怎么在这？顾远舟看着宁宁怀中的野花，脸色更加严肃。路过。宁宁顺着声音望去，见顾远舟正提溜着一只哼唧哼唧乱叫的小奶狗，见宁宁直勾勾地盯着小狗看。我在山里捡的，估计是身子太弱被遗弃的，非要黏着我。你若喜欢，不如带回去养。宁宁眸光一亮，忽然觉得眼前的男子也没有那么不近人情，看着也没之前那么凶悍了。宁宁小跑2步，上前从顾远舟手中接过小狗崽子。宁宁抱着小狗，只觉得心都要被萌化了。谢谢顾营长，你真的要把它送给我养？宁宁，你要养它，这品种看上去有点像狼狗，只怕日后食量不小。我吃的少，剩下的粮食足够养它。方恒见他心意已决，也不再劝，三人便结伴下山，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聊着。这小狗身上脏，回去要记得驱虫。没想到顾远舟竟然这么心细，也担心小狗身上有跳蚤之类。终于到了山脚，天色不早了，我就先回去了。顾远舟并不搭话，他身材高大，只需微微低头，就将一切尽收眼底。方恒还想留宁宁再说2句话，见此只能怅然若失地望着他的背影，这幅少年怀春的模样落在顾远舟的眼中，只觉得碍眼，冷哼一声，朝着停在路边的吉普车走了过去。何建业受了孙苗的怂恿，像狗皮膏药一般缠着宁宁。何建业和孙苗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？宁宁决定主动出击，很快就迎来一个绝佳的好机会。宁宁到县里打算买一辆自行车，刚到了百货大楼，就瞧见了孙苗跟着何建业，像个乖巧的小媳妇。孙苗明明知道宁宁不待见他，还非往宁宁身边凑。好巧啊，你也来买东西啊？孙苗仔细看了眼宁宁今天的装扮，眼底的嫉妒几乎要藏不住。天生就是个狐妹子，之前是我的不对，我和你道歉，你别生气了。你想买什么啊？我陪你去。不必，我自己会逛，用不着你假好心。说完就想走，何建业却拦住了他。别着急走啊，之前是孙知青错了，他一直想向你赔罪来着。我做东请你吃饭，都是一个知青点的，抬头不见低头见，何必把关系弄得这么僵？宁宁知青不是连这点面子都不给我吧？宁宁故意面露犹豫，似乎真的是碍于何建业的身份，这才勉强同意。行吧，不过我是来买自行车的，你们恐怕要等会。自行车？孙苗脸上的笑意有些挂不住。我全身上下加起来也就不到20元钱，可宁宁竟然要买自行车，要知道一辆最普通的自行车也要150呢。宁宁就是在吹牛，估计就是先看他。卖自行车都在2楼，我带你去。宁宁没有拒绝，到了2楼看了一圈，直接指着一台凤凰牌女士自行车。同志，这辆多少钱？190。行，就它了，开票吧。售货员也是愣了一下，这年头来买自行车的人不多，像这位女同志这般干脆了当的更加少见。你确定不再选，一旦成交不退不换？宁宁直接拿出自行车票，又掏出一摞大团结，数出19张放在柜台上。我确定。刚才我一眼就看中了这辆自行车，但是我连摸一摸的勇气都没有，没想到宁宁竟然这么干脆，就这么轻易的买下了。这巨大的落差顿时让孙苗抓心囊肺的难受，一转头看见何建业看向宁宁那种志在必得的眼神，心境瞬间舒坦了。想到宁宁身败名裂的场景，更加不留余力的吹捧道：还是宁宁你有实力啊，和我们这些泥腿子就是不一样，以后谁娶了你，那和娶了座金山有什么区别？宁宁一愣，孙苗这人最在乎面子，什么时候在我面前自贬过？一回头对上何建业那贪婪的目光，这2人是打上自己的主意，预备吃绝户了。既然知道这2人在打自己的主意，宁宁杏眸一转，记上心头。我还想去看看手表，你们要是着急就先走吧。不急，我们等你，顺便帮你参谋。若说之前他还对孙苗的话半信半疑，可现在他已经彻底相信了，这个女人又开始作妖了。听说最近孙淼和村支书的独子何建业2人走得挺近的，好像在处对象。小学招老师需要村干部推荐，这下孙淼有希望了。宁宁抬眸正对上何建业的那打量的目光，也没错过他眼底的惊艳和贪婪。他的目光好似在打量货物，宁宁心里反感，却没表现出来，心头却掀起一阵惊涛骇浪。没想到这一世孙苗和何建业竟然这么早就走到了一起，虽然前世2人混得风生水起，可他们背地里干着见不得人的勾当。宁宁还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，何建业已经凑了上来，摆了一个自认为很帅的姿势，实则油腻得很。你们就是宁宁知青和江知青吧？
还没自我介绍，我是何建业，县里机械2厂的副厂长。江媛媛礼貌一笑，拉着宁宁往后退了2步。你好，请问有什么事吗？没什么事，就不能认识一下吗？我们相聚在何家村，也算缘分一场，何必这么紧张？我又不会吃了你们。油嘴滑舌的模样让江媛媛和宁宁恶心至极，碍于对方的身份，我们还有事要忙，先走了。等他们走远了，孙苗从不远处的大树后面走了出来，语气带着埋怨：你是不是看她们漂亮，动心了？我都说了，他们可不吃你这套。怎么，我和他们多讲了几句话，你就吃醋了？放心，哥哥现在对他们可没有想法。我看你刚才瞧宁宁那样子，眼睛都直了。你若是喜欢她，我帮你。你这么大方，真以为我不知道你和宁宁不对付？你打什么小算盘，我清清楚楚。孙苗被他戳破了小心思，却也不恼。不过何建业对宁宁动了心思更好，孙苗眼里闪过一丝期待。你别看他清高，实际上很好摆平。孙苗话音刚落，何建业毫不客气地扇在他的脸上，又在孙苗白嫩的身上狠狠掐了几把。孙苗吃痛，却死死咬住下嘴唇，不敢出声，因为他清楚惨叫只会让他无所顾忌，下手更狠。明明是他自己选的路，他却将这一切都怪在宁宁头上，恨不能让宁宁也遭受这样的虐待侮辱。以为我傻？从宁宁之前的行事作风来看，她不仅是个脾气大、骨头硬的，还是个聪明的，和你这样没骨气的可不一样。孙苗捂着脸，压制眼底的恨意。我也是为你好啊，你不是还缺一笔启动资金吗？宁宁她有，她外公曾是大资本家，给她母亲留下不少好东西。你想想这么大笔钱，你说的是真的？我和宁宁从小一起长大，她家什么条件我最清楚了，你不信可以去查查看，我绝对不敢骗你。再说宁宁走的时候，连苏氏的房子和工作都卖了，只是这些就值上几千块了。孙苗就是要咬死这件事，要将宁宁塑造成怀揣着巨款的孤女。何建业确实心动了，我把仓库中的茅台全部收进空间，想到10年后茅台的价格，我两眼放光。当何建业知道我要买手表时，把我带到了他的仓库，没想到仓库里除了手表，还有茅台和各种紧俏的商品。都在这了，你看看。宁宁克制住心头火热，强行将自己的目光从那些茅台挪开。好呀，我看看，有镶钻的吗？他的话音刚落，仓库里的几人瞬间愣住，可他表现得越挑剔，越说明他是个见过世面的人。男子立即去里面拿镶钻的手表。等会有喜欢的，就算哥送你了。不用，我自己买得起。是。何建业故作宠溺地笑道，眼底却满是贪婪。何大哥，何建业现在满眼都是宁宁，哪里顾得上孙苗？他委屈地跺脚，宁宁的嗤笑更像是个巴掌狠狠扇在他脸上。他不想再看宁宁得意神气的模样，猛地冲出仓库。你还不去追？追什么？我对孙知青只是普通的同志情谊，没有你们想的那些关系。没多久，男子就拿出一个高档的盒子，打开一看，这几款手表果然漂亮的惊人，表盘上镶着钻，熠熠生辉。宁宁从其中挑出一块还算满意的表。就这个吧，多少钱？我们平时至少也要卖280的，看在你是建业哥带来的人，你给我260就好。何建业还想再说些什么，宁宁已经干脆利落地数了26张大团结。你数数。今天谢谢你了，我下次有需要的东西还能来这儿吗？下次要是有需要，我陪你来。宁宁扫了他一眼，也没接话，转身进了一个无人的胡同。5分钟后，巷子里走出个乔装打扮的女子，直奔派出所，见四处无人，往举报信箱里扔了纸条就走，又躲到了巷子口。算了算时间，没一会，何建业便着急去厂里交接班。宁宁在林泉的作用下，轻轻松松进到仓库里面，把值钱的东西通通收入空间。警察很快就到了，这个仓库肯定保不住了，少点东西又怎么了？谁又能说得清楚？确定自己没有留下痕迹后，宁宁一溜烟的消失在胡同里。我知道有了我的检举信和具体地址，何建业10有8九会被绳之以法，但我不敢掉以轻心，必须尽管赶回何家村，给我找一个不在场证明。宁宁骑着自行车，脚蹬子快得都要冒出火星子。此时看到王宝珠在村口闲逛，直直地朝他撞去。王宝珠躲闪不及，一头栽倒在旁边的土沟子里，吃了一嘴的泥，下巴也磕破了。你有病啊，骑着那么快，你赶着去投胎啊？宁宁装模作样看了一眼手腕上的手表，已经7点了。确实着急，都6点了，我还赶着回去吃饭呢。那一脸嘚瑟的模样，气得王宝珠当场抓狂。你给我滚过来！过去干嘛？给你2个大耳刮子吗？有本事来追我啊！宁宁说完，蹬着脚蹬一溜烟的跑了。